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金美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蓬佩奥讲，美国的孔子学院今年底前要全部关闭啊，这是一个新闻啊。先讲新闻本身，我们再讲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15号表示，孔子学院假扮文化语言机构啊，实质是推动中共的影响力。他说，美国不能接受中共在孩童的教室中的存在，因此要求美国的孔子学院年底前全部关闭。蓬佩奥今天上午在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啊，都谈到美国校园里孔子学院的问题。蓬佩奥说孔子学院实际上是中共影响力的一环，是受到中共担保的外宣组织，不应该存在于美国的教育机构内。通过这些学院，中共在美国的校园发挥它的影响力，令人无法接受啊。蓬佩奥讲，我们要求每间学院在年底前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不只是在大专院校，也包含高中与幼儿园到12年级 K 到12的各级学校。此外，蓬佩奥也表示，对那些持有美国签证代表中共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美方也希望确保他们无法再回到美国的教堂蓬佩奥的讲话呢，和之前的态度明显的强硬了很多啊。9月份我印象很深啊，9月份他在接受福克斯的访问的时候那么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希望在年底之前，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能归零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温和而且他说我对这个目标非常的乐观这个话就很不一样。今天的讲就不是这样讲法，今天就上来就说孔子学院是个外宣机构中共是在美国延续它的影响力我不能够忍受美国不能够接受中共把它的影响力延伸到这个美国的孩子的教室里这个话就讲得非常的狠那么9月份蓬佩奥和这个教育部长 DeVos 联合写信给这个高等机构那么就说说这个要这个美国国务院8月份将管理美国国内孔子学院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代表机构外国代表机构就是说他的行为要受到这个外交人员的限制就是说他要去学校去美国跟美国当地地方政府联系都要报备，都要申请那么但是他没有办法要求全美国的其他的孔子学院里面的那些机构这么做这是不可能，这的确也不可行那么当时这个蓬佩奥和 DeVos 要求各个学校非常谨慎的审查校园里的这个和中共政权相关的活动，要考虑这个学生的人身安全、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以及资讯透明他们有一封联名信给各个学校要求大家注意。那么据美国非营利全国学者联合会的统计，截止今年9月7号，美国国内有67家孔子学院，其中5家是计划要在年底前关闭。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蓬佩奥的讲法，那67家孔子学院都要关闭。2017年4月，当时最高峰就是说全美国有103家孔子学院那么这件新闻就是这个新闻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信号这是个什么信号？就是说美国针对中共的渗透，开始由专业的情报部门转移到民间机构身上了孔子学院应该属于
当然它是官办机构，孔子学院不是民办机构，但是它以民间的面目来出现啊。那么民间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他开始要收拾这种，其实它是核心啊，但是它装成外围啊，装成外围。美国产出就中共在美国的影响力，其实很有计划啊，就是说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很笨啊，很迟钝啊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啊，我们把美国政府的一系列的行动捋一下，大家就知道他们对轻重缓急、对这个有理及外的这个安排是很有步骤的啊。你看哈，我们梳理一下，一开始上来是什么？一开始上来就是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先从舆论开始，先报新闻啊，先报新闻，然后就一步一步开始抓人啊，抓人，那么越抓越多。所以千人计划是当务之急。为什么？因为千人计划涉及到美国很多很重要的这个知识产权，也涉及到很多产业的相关关键技术，所以上来就动千人计划，就是急。而且影响很大。第一步啊，第一步，第二步动什么？动各个学校、各个研究机构里面的有军方背景的学者和和学生和访问学者啊，那你看还是抓，就是抓什么呢？抓隐瞒不报的人就抓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关闭休斯顿总领馆。其实这个关闭休斯顿总领馆是一个结果，它其实不是一个开始，是针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关闭总领馆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情报机构，情报机构就把它关了。把它关的原因肯定是之前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看不见的战线的交锋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它关掉啊，把它关掉。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在国内展开什么情报，对中国的情报机构和谍报组织开始动手，最后的结果就是关掉休斯顿总领馆。这是第三。第四，大家还有没有留意啊？就是前一阵子，美国的智库开始对中国的各种机构开始进行研究。其中有一个机构研究什么呢？研究统战部啊，统战部的外宣和渗透的功能。所以你看，美国的智库现在开始研究中国的战略啊。中国战略其实去年年底，川普政府就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了啊。那么研究战略、研究战术、研究机构，其实美国的智库已经动员起来，开始全面的动员做对中国的研究啊，其中有一个是什么？统战部。统战部是干什么的？做外宣和渗透工作啊。这第四。第五，开始准备切断什么呢？切断像抖音啊、像微信啊这些互动平台，这种即时通讯工具啊，这种互动平台等等，就开始动了啊。就是说蓬佩奥的清洁网络倡议其实是针对这个方面，这个方面其实很重要啊，很重要。它可以阻断中共通过这些平台对美国的这个渗透和影响，还有什么情报分析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现在就到第六个了。第六个是什么？第六个是孔子学院。第七个是什么啊？第七个就是在美国的各种以民间组织为面目出现的各种什么同乡会啊、同学会啊，背后其实都是中共啊，其实都是中共，中共的各种组织，中共是利用这些组织，什么同乡会、同学会，什么这个会那个会啊，来怎么样渗透、影响、抓这些在美国的华人。
把他们抓到手里，用组织来抓到手里啊，这个就是下一步了啊，下一步是这个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可以到美国其实计划是很清晰的，由急到缓，由里及外，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啊，剥开。大体上这样，这个新闻的背后应该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新闻二讲什么呢？讲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吴钊燮今天接受这个今日印度的采访，那么他对今日印度讲了2件事。第一，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这是第一。第二，台湾目前正在争取与印度分享情报，共同对抗中国。他就讲这2点。吴钊燮说，希望台湾能在印度加强投资，目前在印度投资额是23亿美金，在印度创造了65000个工作机会，而且有增长的趋势。台印双方在供应链方面有互补的关系，对台湾来说，希望与印度深入合作，也希望印度能够更加认真地对待台湾。吴钊燮说，东海、南海邻近各国有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扩张。台湾在南海也有主权，因此纳入多边机制，确保中国遵守国际法是相当重要的，民主国家应对此合作解决。台湾与日本、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看见没有？开始卖这个关系啊！也期望与印度交换意见或交换情报，并尝试探索可能的合作领域。相信这对印度也同样重要啊！这话说得很婉转啊，但同时呢，也讲得很明白啊。你看，我跟美国关系很好啊，跟日本关系也不错啊，我们也应该有合作的机会啊。吴钊燮说，现在是国际社会、国际组织认真考虑如何纳入台湾的时候了。许多国家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认为中国就代表了台湾，但事实并非如此。台湾自1949年至今一直不属于中国，只有台湾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合法代表台湾人民。将台湾排除在外，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我们要为自己而战，争取胜利，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才能胜利啊！这话说的很有立场，也很强硬啊，很强硬。吴钊燮赞扬吴钊燮强调中国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台湾为了自我保护，需要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合作，确保中国不能对台诉诸武力。其他国家也怕踩中国的红线，台湾与许多国家有往来，而且是这个半导体国际的枢纽。如果国际供应链把持在野心勃勃的国家，将会损害各国的利益。供应链要重新调整，才不能落入敌国手中。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敌国啊，他把中共列为敌国啊，这个是被印度媒体 highlight 出来的啊，印度媒体 highlight 出来。吴钊燮赞扬印度政府禁用中国 APP 的政策，台湾也在思考如何与四方安全对话，就是 Quad 成员国深入合作。吴钊燮说，台湾是民主的典范，非常愿意在安全方面做出贡献。台湾非常擅长做这件事情，也希望为地区做出贡献。整个印太地区都能够从台湾的经济参与中受益啊！这是吴钊燮的采访。这个采访呢，其实反映了2点啊。第一点呢，台湾的态度已经改变啊。虽然我们讲之前吴钊燮接受 NPR 的采访的时候，给这个美台关系降温啊，讲这个我们现在不寻求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啊，如果发生了这个武统的事件，我们要自己保护自己啊，我们自己有保护自己的责任。
不需要美军的帮忙啊。当时讲这话讲的，其实大家很诧异啊，因为当时美台关系处于火热的状态。那么你可以看到，其实台湾方面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啊，越来越强硬啊。那么这个强硬当然是相对于原来的态度。原来的态度，海峡两岸的关系，大陆这边更强势，大陆是以攻为主，台湾是以守为主啊。那么现在呢？那么所以在原来的情况，经常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陆在不断的施加压力，台湾呢就退让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退让，避免冲突，避免给对方一个口实啊，这是台湾方面的一直的态度，过去20年都是这样啊。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是摁着台湾，这个希望台湾别惹事啊。其中中间出过一个李登辉啊，李登辉总统呢就惹了个事啊，因为他两国论就引起一个轩然大波。两国论提出来，其实背后的这个操盘手是蔡英文，蔡英文当时是陆委会的主任，其实两国论就是蔡英文提出来的啊。蔡英文是学法律的，所以当时美国方面就，两国论出来以后，出现了台海危机。台海危机之后，美国方面其实是很认真的，美国方面其实是把李登辉叫成麻烦制造者，就是美国人叫出来的啊。所以之后美国一直是摁着台湾这边，希望台湾那边不要惹事，因为台湾那边真的台独的话，美国很麻烦啊，守不守啊？不守。出不出兵，出兵又不想打，你想跟一个14亿的国家打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打呢，美国也很麻烦。为什么？因为台湾是一个第一岛链的核心环节，如果这个岛链台湾没有了，那直接就下一站就是夏威夷还是中途岛，我不知道啊，应该是直接就出去了，整个的美国的整个太平洋的防线就崩溃了，所以美国是要守的，台湾这个点是一定要守的，没有对美国来说其实是没有选择。所以为什么之前美国一直在摁着台湾，其实是摁着台湾，中线是美国画出来的。那么之后呢，美国就不断的削减对台的军售，这才会出现两岸的这个军力的对比的这个最后的改变是这么来的啊。那么现在台湾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台湾态度发生变化，它就不是只是退让，是有退，但是不是全部都让了，有些地方我就不让了。你比如说像看今天吴钊燮的话，就是有些地方我就不让了，比如什么地方不让，你中共一天都没统治过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其实是会改变什么呢？改变中国的对外的态势。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跟什么有关系？跟中共政权本身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经常中共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原因并不是因为台湾那个岛对中国有多么重要，不是的，它的重要性是政治性的。这个政治性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中共的合法性。那我们再把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再梳理一下，你就知道一个中国的表述是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啊，然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谁建立？是中共建立，中共是他唯一的执政党。那么台湾是他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共等于把这3件事情捆在了一起。捆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确认中共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一个中国的原则包含了2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核心要点就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就是跟中国建交，我就要求你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承认两件事：第一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第二个，我统一台湾是合理的、合法的。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内涵，这就是一个中国。当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挑战他一个中国的原则，你说你中共一天都没统治过台湾，从头到尾你没统治过台湾，你凭什么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吴钊燮讲中国的一部分，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你没有统治过台湾，你凭什么说是这个？当他挑战他的时候，他实际上让中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什么？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是中国在世界国际舞台上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唯一的支点，他没有其他的支点，这是唯一的支点。别人并不喜欢他，只是他给钱，或者是因为政治利益，所以跟他来往。于是他就获得了一个支点，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台湾由于现在的局势是，台湾现在由于中美交恶，台湾获得了新的战略支撑，那么美国就在后面支持台湾。支持台湾的方法就是美台关系升温，美台关系升温，台湾得到了政治上的支点。他得到政治上的支点，他就在国际社会，就比如说像在印度，他就跟印度讲啊，其实这个中国，我们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他当台湾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挑战中国的这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时候，同时美国在战略上向中国发起价值观的攻击、地缘政治的攻击、军事上的攻击等等各个领域，政治上的攻击等等各个领域开始攻击。美国是战略性的攻击。台湾是什么？台湾是狙击台湾狙击，他们两个配合起来，中共就很被动。被动在哪里？一般来说，你抓大放小，我只对付大的，小的我就放过算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小的对他的狙击其实要他的命。为什么？他的命就是政权，所以他两边都不能放过，所以他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难过之点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习近平的扩张战略就是其实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中国整个的对外格局对外关系格局。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吴钊燮这个行为。吴钊燮这个行为实际上就反映了现在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遇到的巨大的困难它非常的困难，因为两头都在攻击他好，我们今天再讲一下习近平这个广东考察3天，15号回去了，回到北京15号回到北京。那么外界有2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法一，说以往呢习近平南巡都是5到6天，这次只有3天，这行程缩短可能跟这个5中全会有关那么可能有点担心或者是有点状况等等这是第一个关注点第一个关注点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这基本上不成立为什么？习近平出行基本上随心所欲他又不坐班是吧？所以他想几天就几天，就没有说我非得5天6天3天就不行，这是第一个。所以他只要不太久就行。为什么？习近平出行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安保问题。时间太长，现在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随便拍一段片子就发到网上，习近平去哪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所以安保的时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安保问题，就不能太长，太长有风险，有安保上的风险，所以通常就不会太久那么只要尽量短就行，长反而有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看哈，他的短的行程没问题，你说他在这里待了1星期，有点想法，那有特殊安排，因为什么？有安保风险，他愿意承受安保风险，那他肯定是有想法啊，有想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陪习南下广东的中宣部长黄坤明。黄坤明15号习近平回北京，黄坤明同时去了哪里？去了武汉，参加什么呢？参加这个抗击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开幕式。他去参加开幕式啊，黄坤明是中宣部长，他去参加开幕式，说明什么？说明这是有安排的，这是有行程安排的。如果黄坤明去参加这个开幕式，那么也就意味着开幕式在等他也肯定之前已经约好了的。那么他这么约，肯定是习近平的行程已经约好了，说15号那天习近平回北京，那他就去武汉开幕式。如果习近平的行程本来是6天，他怎么能安排这个行程？说临急临忙我去趟，哦，你走了，那我就去那边开个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官员他的日程全部安排的满满当当的，那不可能这样子。所以黄坤明的行程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行程不是缩短了，没有缩短，他就是这么安排的。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个说法说14号这个习近平讲话的时候不断的咳嗽啊，身体有问题啊，然后这个所以就缩短行程啊。我前面已经反驳了，他不是缩短行程，他是行程就这么安排。第二个呢，讲讲他身体情况啊。那么他在他的讲话的时候没有捂着这个，或者捂自己的嘴，或者捂话筒，就在那咳嗽。当然这是这习惯不好啊。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应该是这样啊，第一个胖。这一次看他在广东呢，没瘦也没瘦。有人说他瘦了，我没看出来，因为你看不同的角度，站立啊、行走啊，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么胖啊，但也不是特别胖啊。真正胖是江泽民是真胖，身材最好的是胡锦涛啊，胡锦涛身材好，那江泽民胖是真胖啊。那么习近平是块大，就是他的就是身材，他的身体架子就那么大啊，这是第一个。当然，那这种身材跟我一样，代谢性疾病一定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曾经中过风啊，中过风。他中过风呢，他的一只手跟一只脚应该是右边的手跟右边的脚是不大灵便啊，不大灵便，所以你看他走路总是歪着的，总是会有点歪着。他应该恢复的很好，但是你知道中风有些机能性的损伤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走路，你总是看到有点歪着的，而且一照相你就觉得他头是歪着的。我觉得跟这个中风是有关系。还有，当然那最严重的一次就是阅兵那次左手敬礼那个，左手敬礼肯定是因为右手抬不起来，所以左手敬礼，大家都看得很别扭，哎，怎么是左手敬礼？就是因为中风啊。所以那么这次他出来走，感冒发烧看不出来，伤风感冒也没看出来，基本上还行啊。但是你可以看上午的精神状态还行，下午就脸就有点暗，这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精神不济的这种状态，这正常，我没有看出来他身体特别有什么状况啊，基本上没看出来，大体上就这样啊。对他这次南巡，有网友纠正我说的不应该叫南巡，皇帝才叫巡啊，这他不能算皇帝，所以不能用南巡，约定俗成吧，约定俗成，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第一个。蓬佩奥说，这个孔子学院，美国的孔子学院今年年底前全部关闭啊！美国对这个
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明显强硬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吴钊燮啊，吴钊燮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采访的时候，那态度也是比较强硬啊，态度比较强硬。然后我们分析一下，两岸关系，好，以及台湾在开拓国际空间的过程当中，对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冲击是很大的啊。然后就是习近平南巡啊，有2个疑惑。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这里面我要特别讲一下啊，这个蓬佩奥讲的这个关闭孔子学院，不仅仅是高校里面的孔子学院，还包括从幼儿园到 K 班的所有的孔子学院啊，大家记住，因为其实孔子学院在美国很多是进行汉语教学啊，汉语教学小孩子影响还是有影响啊，请大家留意好吗？好，我们进入互动啊，看一下。鸣谢一下王波波，谢谢王老师好，庆祝孔子学院倒闭 ，OK，Mike 朱谢谢，King Nam Yong 谢谢，支持王先生朱云谢谢王老师好，很荣幸刚刚成为您的会员，喜欢您的节目，请喝一杯咖啡，感谢你朱云啊。情况，欧美国家所有大学的CSSA 都是替中共搞渗透和统战的，也应该关闭。OK， 提问，老师能讲一下统战部吗？感觉统战部有点像中宣部，又有点像国安部搞间谍活动。这统战部到底是干啥的？难道就是吃吃喝喝拉关系啊？这是看不见的战线啊！是这样，统战部中共的3大法宝，有谁记得中共的3大法宝？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啊！武装斗争就是暴力啊，暴力是党的领导啊，党的领导就中共，我的党的领导是我的法宝啊，这是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建政到现在，只有一句话是没改过的，任何一个领导上来，任何一个层级，任何一个总书记到国家主席，他们有一句话是从来没改过的，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这件事情从来没改过。不管是文革还是反右，不管是改革开放还是走回头路啊，他们永远都会讲一句话，加强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3大法宝，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就是暴力，统一战线就是什么？看不见的战线。统战部做什么工作的？统战部做统战的工作。什么叫统战工作？统战工作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个作战思维。这个作战思维是什么？中共永远是孤立最小的一部分的 5%， 只打击 5%。 那然后呢，团结 95%， 团结 95% 是说好听一点，就是稳住 95%， 95% 稳住，你是我的好朋友，好，我只打那 5%。 那当他打那 5% 的时候呢，那 95% 觉得，哎，我真的是他的朋友吗？哦，我是他的朋友，我就不做声了。然后他把那 95% 5%打完之后，然后又找他一个敌人。他其实那 5% 的那后来找的那个敌人呢，其实原来就在那 95% 里面。但是他为了打前面的 5%， 他就留着。所以其实中共从来没有恒定的敌人，他的敌人都是变换，不断的变换。他今天想打这个敌人就打这个敌人，明天看上那个敌人就打那个敌人。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一解放开始，第一开始的敌人是谁？地主，枪毙
把全国的地主抓起来枪毙，枪毙完地主怎么办？那就再抓什么？再抓富农，抓完富农，下中农也要抓。他就是不断的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主要的敌人，所以中共的策略其实是很成功的。他什么呢？他抓住人性的那种弱点，就是希望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参与。哎呀，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我不参与就好。但是总有一天轮到你就变成了5%，就统一战线是什么？统一战线就是基于这种策略建立起来的啊，统一战线。所以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找到对方薄弱的人，把他变成我的人，然后呢，去集中的打击那个我主要的敌人。就是他的策略就是这个策略，统一战线，统战部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就是解决95%的人，稳住他们，让他们不说话，让他们沉默，让他们配合他，这就是统战部的工作啊。那当然中间也有吃吃喝喝，但除了吃吃喝喝，它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民主党派是统战部管的，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啊，大家记住，统战部是中共系列的，不是政府系列，是中共系列的。那么民主党派归谁管？归统战部管啊，所以统战部基本上在对外里面，统战部有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什么？第一个任务是外宣，统战部是有外宣任务的，对外宣传统战部管，中宣部管嘛，中宣部也管，但是中宣部呢，它是业务领导，它不在地，中宣部它是在境内，但跑到外面去，哎，统战部管境外的事情，统战部管，这是一头，就是外宣是统战部要管。第二步渗透，就是做各种各样的什么同学会啊、同乡会啊、黄埔军校同学会啊、什么中美什么什么商会啊，各种会，这统战部在管这个事啊。你通过这个对美国也好，西方国家进行渗透，所以它这2大任务，第一个外宣，第二个渗透啊，组织渗透。今天情况，我今天转发了《纽约邮报》的报道，结果下午无法再发推特，可以继续转推和点赞，但是无法回复和发推，司马昭之心啊！我今天下午也碰到这个情况，今天下午推特出了故障，所有的人都无法回复和发推，就是这个啊，不是针对你的，你想多了啊。观点，看了王老师上期节目谈媒体人的责任，身为一个退休的媒体人，感同身受。有一年去长征路专题采访，看到那里老百姓的贫穷，让我们心痛，而且不能安宁。但节目还是把这些内容删除，这深深地伤害了我对自己职业的态度。我毅然选择了离开。我坚守的底线是我的能力解救不了贫困，但绝不能为邪恶帮凶，做不了大的善良，但绝不做小的恶事，因为我只能这样的选择，改变不了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非常好啊，非常好。提问：坐标河南，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已经开始，与同事交流，大家都接到普查的通知。这次普查的表格不仅有人口信息，还有住房面积。请问这次普查会牵扯哪方面的政策出台？我觉得这次人口普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什么功能哈？我们以前人口普查呢，只会有一些简单的信息，就是说年龄、职业、家庭状况等等政治面貌等等，就是例行的那种比如说我们讲原来可能有10个维度政治面貌关系家庭社会关系等等，可能有10个维度的栏目让你填。这次可能不是，这次可能有更多的维度，甚至可能有20个维度，甚至30个维度让你填。为什么？在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信息就是资源，信息是资产。人口普查，中共的这种级别的人口普查，美国刚刚做完人口普查，美国的人口普查很简单，我觉得它的调查维度应该不超过5项，不超过5项维度，所以你可以看中共是没有底线，所以他会尽量的要你提供更多的维度，包括你说的我的住房面积他都要提供，这叫人口普查吗？这不叫人口普查。所以他会利用这人口普查的机会进行我们叫信息资源的摄取。信息现在是什么？信息其实是财富啊！信息时代，个人资讯就是财富。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掌握了这些资源之后，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你想都想不到，我都想不到，但是我知道他会干啊。情况，非民主的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下面的人团结一致。在日本的华人公司也是一样，下面的员工关系很好，一团和气，老板就睡不着觉，一定要挑拨下面的员工互相不和，他才放心。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管理艺术，或者是厚黑学帝王术嘛。用中共的语言，这叫什么？用中共的语言，这叫挑逗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让你们互相不和啊。领导就你们员工互相不和，那领导就有价值了。领导什么价值？领导就有仲裁的价值了啊。那他的权利就表现出来。这个不仅仅是华人有啊，其他的民族也都有。这是个比较低级的管理术啊，更高级的管理术就是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你在网上可以看到那些疯狂的那种叫什么打把式卖艺的那种表演，很多很多。中国有很多这种管理术啊，洗脑术、管理术等等，有很多啊，但是级别不高啊，也就是怎么说呢？菜市场级别吧，啊，情况，山东烟台高校学生不满中共朝廷武汉肺炎防治措施，进入校内抗议活动，并参考香港学生喊出5大诉求，缺一不可，我们会反抗到底，直到取得成功。目前学生代表全部与外界失去联系，麻烦王老师关注一下。好的。烟台高校哪个学校？有没有名字？最好把名字发上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啊。提问：作为一个80后，没有亲身经历过6·4，请王老师比较一下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那个时候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的国际环境和那个时候的国际环境，那区别还是很大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不知道几点哈。第一点，实力差别非常大啊。那个时候中国的 GDP 跟现在比，我应该是20-30倍的差别吧啊，所以应该是实力差别非常的大。那个时候6·4之后的中国的整体还是非常的虚弱，中国经济还是非常脆弱的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还是去找西方国家跟他们谈吧，我们还是谈吧。为什么是这个态度？因为中国经济还是非常的脆弱。1978年改革开放，8964才10几年，基础非常的差啊，所以实力悬殊啊。第一个是实力悬殊，第二个，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6·4事件在西方国家来看。他们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事件，他们没有把它跟中共的属性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最后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要跟中共接触啊，以接触统啊，这种态度。西方国家的态度就是我们孤立他，他不就还是这样吗？
如果不孤立他、接触他，让他纳入国际循环当中，用经济的手段去改变他，他最终他得到好处，你想一下，他是理性的嘛？他会选择改变自己，纳入世界的这个政治舞台当中去，遵守国际规则。西方国家是这么想，这么想，现在看是不对啊。现在看哦，你受骗了。当时这么想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合理之处的原因是一个最基本的误判，就是西方国家对六四事件的属性判断失误。其实六四事件是个什么事件？六四事件就是中共无数次暴力行为的其中一个环节。它反映了什么？反映中共的属性，它就是个暴力组织，这个就是它的根本。它什么时候最终都是要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你看，中共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对吧？统一战线，还有一个什么武装斗争，就是暴力。这就是暴力，它的三大属性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说不一样，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态度和现在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现在看待西方国家就看明白了，哦，我们受骗了，中共是骗我们的，他就是个邪恶组织，他就是要种族灭绝，他就是要搞这种东西。所以现在西方国家看待中共的态度和8964之后看待中共的态度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这个处境那就也不一样了。观点：网上一个精辟的对统战部的评价，实力弱的时候不是敌人的都是朋友。97前对付英国、香港所有有钱佬都可以是朋友，实力强的时候不是朋友的都是敌人。比如回归23年后，不听话的都成了敌人。这是什么？这是不同的领导啊，有不同的领导的艺术啊。其实是这样啊，其实理论上来说，后面这个做法就是习近平的做法啊。其实统战部呢，他一直都是团结95%，打击5%的。统战部的做法一直是这样。那么习近平呢，我们讲习近平这个，有人讲他是加速师，是有道理的。他其实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统战部的行为。就是说，像他这位网友讲的，这个网友讲的非常的对。现在他就是这样，你不是我的朋友是吧？那你就是敌人。以前是只要不是我的敌人，都是我的朋友。这统战部的统战战略就是这样。那你现在的问题是，当他改变了这个策略的时候，他就会面对什么问题？你就孤家寡人了吗？现在是不是孤家寡人？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你现在再说话，没有人相信了，没有人相信你的话啊。提问：中共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台湾人有自己的护照，在中国以外都有用，是否说明别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首先，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这没有错。台湾以一个独立关税区加入世贸组织，这个没有错。那么台湾有自己的护照，其他国家接受这个护照是什么？护照就是一个旅行证件，旅行证件就证明我有一个这样的人在我这里，我这个国家有一个这样的人要去你那里，你接收一下。所以护照呢，它可以是一个主权的象征。比如你上面写的中华民国护照，对吧？那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啊，那么现在它可以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就是说，如果中共要封杀的话，其实可能首先封杀的中华民国护照你要封杀。但是如果这样封杀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人没办法旅行。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其实其他国家是接受台湾的。这个没有疑问，只不过呢，你不是跟中国建交的时候，你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签联合公报里面必须把一个中国的原则写进去。
所以他没办法跟台湾建立官方的关系，那就民间关系呗。所以现在就现状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其他国家有没有接受台湾，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所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目前是这样。但是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啊，不好说在哪里呢？就我们之前有个题目啊，我之前做过一个专题，就是一国两府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就是说有可能发生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就是美台关系升温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美国跟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其实不是台湾，是中华民国。之前中华民国跟台湾断交啊，断交之后，你现在恢复邦交，恢复邦交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其实是可以接受，因为你现实就是分治。什么叫分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中国大陆，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现在是实际上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的现状。那么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恢复跟中华民国建交，这个没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还是一个中国，只不过一个中国有两个政府，因为他们现在属于分治状态，这从法理上是说得过去的。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的话，那会不会其他国家跟进呢？我觉得是有可能啊，有可能。如果其他国家也跟进的话，那中华民国就会被很多国家承认，那就不是台湾，是中华民国。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就是台湾先独立，成立一个台湾共和国，美国承认台湾共和国，然后美国再跟台湾建交，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可能性没有前面的可能性大。为什么？台湾共和国成立会不会引发两岸战争？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我觉得特别是美国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美国希望恢复邦交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跟台湾共和国建交。为什么？因为台湾共和国建交等于给大陆一个口实，给大陆一个武统台湾的口实。那如果他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的话，其实大陆是没有理由，仍然是没有理由跟武统台湾，因为台湾并没有独立，它只是一直延续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正统地位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想法啊。提问，请问王先生，民主党对华政策已经很明确了，延续之前的接触政策，现在拜登民调领先非常大，但之前的调查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是有威胁的。我觉得这两个数据有冲突，是否其中一项数据不准确？另外请教一下王先生对目前大选形势的分析。现在的情况就是非常的不确定啊，不确定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两个数据啊，第一个数据就是什么？第一个数据就是民调，现在民调拜登是大幅领先啊，10个点以上啊，主要的民调都反映这个。那么这个民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民调不准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2016年就不准确。那么民调机构自己出来讲，我们其实已经调整过了啊，调整过，根据2016年的情况，我们调整过了。那好，调整过了以后准不准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调整以后准不准，因为这是调整以后的第一年。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的我的判断，我对大选形势的判断，双方应该非常的接近，双方非常接近。川普的策略就是把他的支持者全部赶出来投票，川普的策略就是这个。
川普的策略，川普的策略也好，拜登的策略也好，他们都没有向中间选民去下手，基本上都没有做这些动作，都没有往中间靠，都是往两头跑。都往两头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已有的支持者赶出来去投票。现在好像是已经投了1500万票啊，已经投了1500万票。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的基本判断是，双方应该是非常的接近，不好说，这个形势瞬息万变。现在还是要看什么？还是看你现时间没几天了啊，没几天。现在就要观察什么呢？观察未来一段时间情况是怎么走。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中间选民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民调也好，就是现在的一些分析也好，都没有去分析到位，就是中间选民的态度到底是怎样。两头其实是很明确，其实都在强化就是各自的支持者的立场啊，都在做这件事情，好吧？所以我没有太清晰的方向，我只是觉得他们很接近啊。提问：美国在上一次针对苏联建立起来的当前威胁委员会之后，过了10几年，苏联才解体。这一次2019年针对 CCP 建立了当前威胁委员会。王老师认为这一次中美对抗大约要持续多少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不同意有一些观点，就是中共很脆弱，3个月就倒闭了。我真的不同意哈，中共一点都不脆弱，中共很强大，中共非常强大，中共又有钱又有权又有枪，要枪要枪，要人有人，要人有人啊，所以中共很强大啊，这是第一个。我认为中美对抗会持续很长时间。中共绝对不是一革职就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我是不同意的。我从头到尾我都反对，我就觉得中美对抗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呢，中国我们在美国看美国大选，4个字：惊心动魄啊，惊心动魄。为什么？美国大选我们就要为什么关心？最关心当然是首先基于未来4年需要这个总统来领导，当然很关心啊。另外还有一个关心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关心就是因为这个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中国对华政策，而对华政策会决定中美的这个双方对抗的情况，所以就惊心动魄啊。观点：真理部总希望人们觉得没有民主自由是因为中国文化保守、经济落后、人口过多，千错万错，反正不是党的错。如果是文化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同文同种的中华民国可以自由民主？如果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为什么不发达的塞内加尔可以自由民主？如果是人口太多，为什么人口为14亿，同为14亿的印度实现自由民主？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人口、经济构成的国家都有大量的自由民主的势力，只有马列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也从来没有民主。非常好说的啊。好，明谢 Olivia H， 谢谢支持王老师，加油，谢谢 Rainy Ma， 谢谢清水蓝天，谢谢王老师和美西的努力，为大家提供客观的观察和分析，谢谢。情况延续王老师今天谈的台印关系，蔡英文推特前几天放印度美食，他从前的印度旅游照以及用道地的印度当地语言打招呼，获得印度人那边强烈的回响。我长期看印度媒体，这半年来印度对台湾支持度倍增，蔡英文推特幕僚非常用文化这招扩增国际的影响力，非常正确。还有一点，台印关系呢，其中有一点是因为中印关系的恶化，从而拉抬了台印关系啊，好吧 ？OK，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